我叫陆离，蓝星最后一位渡劫大妖，人族敬畏的称我为青林妖君、昆仑蟒神。今日便是我渡天雷劫，修成大成妖身，飞升天界之日。渡劫化形，神躯永固，我成功了！啊，等等，这里不是仙界啊！灵气如此稀薄，连蓝星都不如。难道这是人族影视剧里经常出现的那什么穿越？据说穿越必有金手指。检测到合氏宿主，河神系统绑定中，恭喜宿主成为白水河河神。什么玩意儿？河神？我堂堂大成妖君，翻江倒海、破碎虚空都是等闲，你竟让我屈尊当这么一条破小河的河神？宿主消极执行任务，实行惩罚。啊！别揉了，再揉坏了。这就是你的本体，有点意思。检测到宿主实力超凡，系统调整中，河神系统结成为宿主爸爸服务。这态度还行，但宿主爸爸，本系统很有用的，可以给您特殊的好处。哦，什么好处？宿主爸爸，你应该知道，河神天职，镇守河域，庇佑信徒。基于此，本系统会颁发河神任务，完成任务即可奖励神通法宝，机制拉满哦。我需要吗？凭我无敌妖躯和绝强法力，用人族的话说，基础数值都爆表了，还要什么机制？宿主爸爸放心，本系统的奖励一定让您满意。爷爷，救我！头头，我的孙女！河神任务发布，拯救落水渔民，完成可获得首发礼包奖励。我就姑且信你一次。3个月没吃到人了，今天你们一老一小都是我的！救命啊！玉皇大帝、佛祖菩萨，谁来救救我们祖孙啊！别叫了，乖乖做我的口粮吧。小小水鬼也敢在本君面前造次！散！我让你动了吗？恭喜宿主爸爸完成任务，获得100点功德以及一本神通道法书。读心术可探查他人心思记忆，一般般吧。系统，你刚说的功德有何用处？回禀宿主爸爸，功德能抵御心魔天劫，净化邪祟，妙用无穷。最重要的是，还能提升您的神格位阶。只要功德足够，您可成大罗金仙。这还有点意思。河神显灵了！多谢河神大人，多谢河神大人！爷爷，我看到水鬼了，我好怕！快给河神老爷磕头！是河神老爷显灵，救了咱们爷孙俩！河神老爷保佑！河神老爷保佑！哇，河神老爷好大呀！尿。啊！马神婆，出什么事了？不妙啊！今日白水河浪涛异动，是河神震怒，河神要降灾灭村呐！什么？怎么会这样？大错已著！想要平息神怒，必须举办河神大祭，献上金银各10两，童男童女1对。河神老爷真厉害！是啊，今天多亏了河神老爷。马神婆，乡亲们，你们这是？你来的正好，河神震怒，需献上童男童女1对。如今童男有了，还差你这童女，快把这女娃抓来！你们敢？你们在犹豫什么？难道想全村死绝吗？老李，对不住了，我们也是没办法。放开我，放开我，彤彤啊！爷爷不哭，妙童愿意去伺候河神老爷，
他刚刚还救过我们嘞。这下总算能睡个好觉了。哇塞，去位睡觉，您就深入河底数百丈，开辟这么华丽的洞府，去位睡个好觉。宿主爸爸果然威武。你抖什么？河神任务发布，请宿主斩杀吃人鱼妖，维护正统河神的名誉。吃人鱼妖？哪个不开眼的杂鱼，居然敢跑到本君的地盘上撒野！河神，河神来了！参见河神老爷！好丑啊！你才不是河神老爷，河神老爷可英俊嘞！你说什么？河神老爷息怒！河神老爷息怒啊！河神老爷，请享用祭品。区祭品也敢多嘴，本河神现在就吃了你！不要，统统！是河神，这位才是真正的河神老爷呀！河神老爷，河神老爷！初看灵石的筑基杂鱼，就敢冒充本河神吃人？不是，俺在这白水河都4年了。杂碎，死！这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那可是筑基大妖，怎么会被一指头大卸8块，身死道消？好厉害，河神老爷最厉害了！真是个傻妞，都要被吃了，还笑得没心没肺。原来如此。你到底是何方神圣？汝借河神之名行吃人之事，搜刮民财，祸乱村落，该当何罪？河神老爷饶命！小妇人也是被逼无奈，是那鱼妖威逼。被逼无奈，规矩是你立的，祭祀是你操办的，钱财是你收的，娃娃是你亲手定下的。如今一句被逼无奈，便想接过这许多条人命，因果可不是这么算的。小妇人知错了，再也不敢了，求河神老爷开恩啊！我的修为，我辛苦修炼数十年的根基啊！从今往后，该打鱼打鱼，该上香上香，再敢有人借河神之名妖言惑众、敛财害命的，下场便与此妖一般。多谢河神老爷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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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做着河神，倒也别有一番滋味。恭喜宿主斩杀食人鱼妖，守护一方水域，任务完成，奖励静心咒，奖励400功德，已达到凝聚正神神格的资格。这感觉仿佛得到天道承认，虽然修为没有提升，但冥冥中却得了天道庇护。宿主爸爸对正神的理解完全正确。2次任务，500点功德就能成为正神。这么看来，你也不是全无用处。宿主爸爸，人家很有用的好不好？这是本次任务附赠的静心咒，可以静心除障、安魂定魄、驱邪护身。这神通马马虎虎吧？你就没有好一点的东西？有的，宿主爸爸，有的。本系统库存有9龙神火杖、翻天印、诛仙剑阵，这都是洪荒至宝，
你真的有？那当然，不过需要您继续完成任务。毕竟您现在还只是9品小河神，需要多多庇护信徒，并且传播您的名声，才能凝聚更强的神格，解锁本系统权限。这个嘛，倒也简单。尹师侄，我连云宗乃青阳镇附近的唯一道家仙门，历来承担着斩妖除魔、维护一方安宁的职责。此次带你下山历练，正是为此。大师伯放心，师弟修炼数十载，正是为此。这是何方庙宇？为何如此奢华，不合正理？你们是外乡来的吧？这是我们村河神的庙，河神老爷神通广大，斩杀鱼妖，救了我们村子嘞！不跟你们说了，我要先去给河神老爷上香了。混账！如今天地唯有朝廷可借皇天气运敕封神书，安邦护民。此等屁野荒词，竟敢假借神明蛊惑乡民，甚至牵扯活人献祭，简直是邪魔外道！看我进去砸了他！师侄且慢。师伯，那乡野村户愚昧，不辨真伪，反教妖魔猖獗横行，我们不可坐视不管啊！如今天道崩坏，九幽无踪，妖鬼横行，淫词野疾比比皆是，这不能怪百姓无知，他们为了生存糊口，很多时候亦是无可奈何。那又如何？我来云宗镇守此方地界，此事叫咱们碰上，纵是偏僻菏泽，也容不得妖邪作祟。我堂堂云宗500亿处的绝世天骄，更不能怕了这妖邪。也罢，这白水河神来路不明，必是精怪幻化，姐姐香火聚敛信仰。今日咱们便拆了这野庙，除了这隐患。就是妖精鬼怪哪有良善的，必是蒙骗乡民的诡异伎俩。两位也是来参拜河神的？参拜。连云宗周衍携师侄尹飞下山巡查，听闻此处河神显灵，镇杀妖邪，特来查证，还望河神圣驾降临，容我等一问。竟是仙宗道长，那可都是手眼通天的大人物啊！不行，不能让他们伤了河神老爷。两位仙长，河神老爷在河底清修，不喜俗物惊扰，但我敢用性命担保，他老人家绝非妖邪之流。是啊，也许河神老爷在睡觉嘞，你们要是不上香，就不要打扰他，等几天再来吧。清修安息，我看是托辞吧。一介野神无仙门问询，分明是心中有鬼，还想让我们仙门之人等他。他以为他是谁？你做什么？而邪魔外道，无赤无锋，竟敢在此处妄称河神，收受百姓香火。今我仙门巡查至此，却藏头露尾，不敢现身。我看你亦是山精鬼怪之流，妄想成神。今日我便替天行道，拆了你这破庙，看你露不露面。住口！你们胡说八道什么？就是河神老爷是我们村的大恩人，那日鱼妖要吃庙童，是河神大人从天而降杀了鱼妖。鱼妖在白水河肆虐数年，你们仙门不来，如今河神显灵斩妖，你们反倒来恩将仇报。我看你们才是那鱼妖的同伙。坏人，不许你们冤枉河神老爷！滚开！尔等凡夫俗子，被妖邪迷了心窍还不自知，看我先把你们拿下，再逼着妖神现身。要回庙，先踏过我这把老骨头。河神老爷不会饶了你的。哈哈哈，饶我？我要他饶我？他算什么东西？看我先毁了这神像，看你这妖神还装不装死！就是你要拆本君的庙。不可能，这是什么感觉？我可是仙门最杰出500年不见的天骄。天骄只是见我的门槛，你不修行，见我如井中蛙观天上月；你若修行，见我如一粒浮游见青天。不可能！妖神去死！师侄，别！狂妄自大，欺无信徒，该打！你到底是？前辈，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才不是误会，你们就是坏人！河神老爷教训他们。好奇怪呀，都这么近了，怎么还看不清河神老爷的脸嘞？哎呦！不痛了，谢谢河神老爷，河神老爷最好啦！哭得我脑仁疼。你这孩子没看出来河神老爷又救了咱们一次吗？
快给河神老爷磕头！好了，怎么会？我修炼了这么多年的真元，为什么在见到他的一瞬间就偃旗息鼓了？难道您这是大修士的威压？哦，你还知道威压？看来你的宗门也不全是阿猫阿狗。前辈说笑了，今日都是我失职狂妄无度，冒犯了前辈。我作为长辈，实在不必狡辩。而失职狂妄自大，欺无信徒，该杀。而你修为最高，眼见失职欺凌凡人，却迟迟不肯出手制止，管束不力，罪责难逃，该罚。前辈，且等等！我连云宗也是名门正派，您若太过分，我们祖师必定……你是在威胁本君？不敢，只是我连云宗也有大能坐镇，还请毁庙伤人，惊扰乡民，留下银两，修缮庙宇，补偿安民，然后滚！我的真元，我的修为，完了，全完了！可恨的妖神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人！恭喜宿主爸爸拯救信徒，获得香火之力。那点香火，还不如本君一口气吸的灵气多。你自己收着吧。宿主爸爸不在意这点香火，那为何还要出手？那对祖孙毕竟是本君的庙祝和童子，要是被别人打伤，岂不是显得我这河神庇佑不了信众？对，就是这样。总感觉宿主爸爸有点傲娇呢。我是说，经过这次事件，宿主爸爸的丰功伟绩一定会广为流传，会有更多委托上门，激发更多任务，敬请期待哦。哼，这还差不多。听说了吗？白水村出了一位新河神，灵验得很。我知道，那位河神老爷护佑乡民，还打跑了仗势欺人的连云仙宗弟子。真的假的？连云宗作威作福那么多年，居然被一个野神收拾了。大人，这些人在胡扯什么？连云宗那可是坐镇青阳的道盟仙门，怎会在一个小小白水村翻了跟头？连云宗的弟子，府城大员见了都要以礼相待，那白水和河神连他们都不放在眼里，必然是神通广大之辈。走，回县衙，本县尊要亲去白水村拜会河神。开道！都备好了。是。三声太牢，绸缎香烛与千两祭礼，按照您的吩咐，都备好了。我的天哪，这是来参拜咱们河神老爷的！河神老爷也太有排面了吧！所有护卫衙役就地等候，着仪仗捧祭品，随我入庙参拜。是。青阳镇镇官顾明叩拜白水河神神尊，有事相求，还请神尊垂听。我是系统，不是侍女啊，怎么就落到这地步了？好了没？来嘞，宿主爸爸，您尝尝，甜吗？还行。那就好。说起来，宿主爸爸，这人已经跪了3天3夜了，您真的不搭理一下吗？困，懒的。好吧，谁让您牛逼呢？您说了算。你为啥一跪3天哩？又给我惹事。嘴上说不关心，身体倒是诚实。人家小姑娘都快成您召唤器了都。闭嘴，跟上来！来啦！第一日，我以青阳镇镇官的身份，为全镇万民祭祀，望河神垂怜，护佑一方安宁。余后2日，却是因我身为青阳父母官，只能保境安民，却无力保护家人。如今只盼能得河神相助。河神老爷是大好人，本事也大，你求什么他都能办到的。不过你跪了3天，什么事也不说，河神老爷哪会搭理你啊？是本官想差了，多谢仙童点醒。我不是什么仙童，我是伺候河神老爷的。是仙童。河神荣禀，半月前下官祖宅突遭阴祟侵扰，夜夜异响不断。次子梦魇家仆被伤，先祖牌位不得安宁，阴邪之气愈演愈烈，已危及河族性命。下官本已备下重礼，欲待连云宗仙长执巡青阳之时登门拜求，求仙长出手捉鬼。可如今连云宗弟子在上神这里遭此变故，连云宗封山，下官不敢再去惊扰仙门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唯有斗胆叩求上神显灵，平息下官祖宅阴祟，救河族于水火。河神老爷，他好像挺可怜的，要不然帮帮他吧。
顾大人，你可以回去啦。可是，老爷，您何时回来的？不动声色便能挪移数人，跨越空间，如此玄妙莫测。这位河神大人，何等的神通广大呀！宿主爸爸，检测到河神任务，化解盘踞不散的执念，任务奖励5雷正法。看在任务的份上，把这事了了，早点回去睡觉。又傲娇了。宿主爸爸小心，这里阴气极重，必有怨灵出没。你好歹是个系统，还怕这个？能不能有点出息？我也没办法，我只是系统本体的模拟人格，我的代码就是这么写。何方妖孽，退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！还来，本君可没工夫和你玩。聒噪！有人求本君化解你的执念，你若再叫，本君不介意物理敲。宿主爸爸，我看他的灵堂被怨煞之气侵染严重，神智失了大半，仿佛只剩下纯粹的杀戮本能，只是碍于您的实力才不敢作祟。我觉得这件事背后并不简单。那又如何？我又不是来破案的，解决了他，不就算完成任务了？算的，但河神老爷是大好人，本事也大，你求什么他都能办到的。上次系统奖励的静心咒还没试过，姑且看看效果好了。太上清净，明光照临，涤荡怨煞，澄净台心，破迷除妄，复归清明，三魂归位，七魄安宁。急！你还算有点用。什么呀？人家很有用的好不好？你是谁？吾乃白水河神，青阳镇关进庙拜神，求我化解祖宅阴祟。今吾来此，却发现是尔阴怨盘踞，是何缘由？青阳镇关，顾家，你是那群畜生找来的！我好恨，好恨啊！河神大人神威惶惶，受顾家香火，焉有公道？我若不公，早就一巴掌将你打杀了。若有冤情，速速说来。河神老爷，民女苏若儿有天大的冤屈，求河神老爷为民女做主。我本是青阳镇郊外知户之女，数月前却被顾家次子顾灵看上，暗中指使恶仆将我强掳进这顾家祖宅，锁在偏院之中，日夜折磨、羞辱、作践。我叫天不应，叫地不灵，实在熬不下去了。趁夜仆不备，我解下腰间白绫，在偏院房梁之上含冤自尽。河神老爷，我死得冤，死得屈啊！我恨那顾灵狼性狗吠，恨他仗势欺人，恨这顾家上下包庇纵容。原来如此，难怪你夜夜悬帘于梁，入梦索命。是，我就是要让那畜生也尝尝我当日窒息而死的痛苦。可他爹是一线父母官，长官印，堂皇正大，诛邪难尽，我始终无法真正报仇，反而怨念愈深，变为厉鬼。河神大人，我苏若儿一生清白，从未作奸犯科，却落得如此下场。如今我只求一个公道，只求我这一缕执念能够解脱。你之冤屈，吾已尽知。顾灵强抢民女，逼死人命，罪无可赦。至于顾家，知情不报，包庇纵容，也逃不掉。跟我走，本君还你个公道。是。顾家人，你该死！祖宅阴祟索命，河神老爷救我！站着。河神老爷，这是……他是苏若儿，自缢之后执念不散。他是顾明，顾家的家主。苏若儿，你可以当面告诉他，为何你怨煞难消，盘踞在顾家祖宅。不可能，灵儿她怎会做出这等事？顾灵在外装得温文尔雅，背地里却是个禽兽不如的魔头。你身为顾家家主，真的半点不知情吗？顾家主，
你就真的半点不知情？须知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河神老爷明鉴，下官自上任青阳，素行夜寐，忙于公务。次子顾林素来养在妾室林氏身边，下官真不知这孽长竟然做出如此恶事啊！顾家主，此事你求到我头上，总该有个交代。是，此事林儿为恶，理当严惩。我定给苏姑娘一个交代。严惩？如何严惩？是打他几板子，还是关他几日？顾县令，看来你还是不明白，顾林逼死无辜，你若只做这般轻罚，与助纣肥虐何异？我愿为苏姑娘修葺坟茔，迁入顾家祠堂，年年春秋祭奠，我亲自上香赔罪。只是灵儿她，毕竟是我唯一的。顾明，我苏若儿虽是穷苦出身，也绝不稀罕入你顾家祠堂，受你们这般肮脏香火。我一条命，顾林也是一条命。顾林害我含冤而死，我就要他以命抵命。除此之外，什么都不算公道。苏姑娘，是我顾家亏欠你，可河神老爷，下官愚钝，下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啊！顾县令，你到本君庙中说过什么？可还记得？第一日，我以青阳镇镇官的身份，为全镇万民祭祀，望河神垂怜，护佑一方安宁。那顾林是你儿子，你治下的百姓就不是你的子女？下官明白了，下官会公开审理此案，那些帮凶掳掠看守的恶仆，我也会尽数依法处决。至于罪人顾林，当以国法惩治，以命抵命，平民愤，正公道。如此，望顾家主勿负承诺。他的官身不会再保护顾林了，现在去收取些利息。是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若儿是我混账，饶了我，我再也不敢了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只是知道要死了。爹，救我！罪人顾灵，你可知罪？罪人顾灵枉拒王法，强暴民女，凌虐致死，骇人听闻，现判斩立决，以儆效尤，行刑！多谢河神老爷还我公道，请受若儿一拜。往后如何打算？顾灵以明正特行，若儿大仇得报，再无遗憾。如今怨煞消解，神志清明，冥冥中我能感到一种指引，指引我去往某个地方。哦，什么地方？只是一个模糊的方向，那里。有点意思，莫非这方世界也有黄泉地府？河神老爷，您说什么？没什么，既然你已经决心，便上路吧。河神老爷大恩，若儿永世难忘，盼有机会能还报您的恩情。你应该是没什么机会了。是了，河神老爷手眼通天，哪里用得上若儿？那若儿唯有祈祷上天，盼河神老爷心想日成，一切顺遂。恭喜宿主爸爸化解执念，并破解背后真相，任务超额完成，奖励进阶雷法，渡劫天雷，奖励功德600点。哦，原来如此，任务超额完成，还可以获得超额奖励，不错。温馨提示：功德累计足够，可开启神位进阶任务。开启神位进阶任务已开启，任务目标：炼化青阳镇周遭水域，完成可令神位晋升8品，并随机奖励一件法宝，河神任务奖励品质提升。宿主爸爸请看，青阳镇有2潭4溪，分别是白水河、清溪、柳溪、响水堰、落雁潭、黑龙潭。下面我详细给您说明。不用这么麻烦。谁在用神石扫到我青阳水域？宿主爸爸，炼化水脉需要将整条水脉精粹炼入河神印，方能完全执掌河流风且缓急，号令河中水族。不用解说，本君晓得。宿主爸爸也太威猛了，别的河神勘察水域都要10年20年，他倒好，上来神识一扫，顷刻炼化。且慢！你是何人？来我清溪有何贵干？吾乃白水河神，前来收编尔等水族。收编？
老夫在清溪住了300年，妖族的朋友称我一声清溪龙王。你一个白水河的小河神，张口就要收编老夫的地盘，你知道老夫手下有多少虾兵蟹将吗？6个，整整6个。你说多少？嘿嘿，吓到了吧？我手下有6只成年精怪，而且个个都很能打，尤其是蟹将，家人可疼了。宿主不能笑，不能笑，高等形象会维持不住的。所以，虽然你在白水称神，但老夫在青阳镇也是有头有脸的。岸上的村民年年给我上贡，鸡蛋、腊肉、新鲜蔬菜一样不少。你一个外来的，凭什么来摘桃子？那你想怎样？我看你也挺讲道理的，就给你点面子，不把你打回去了。这样，清溪还是我的，我每月给你分10条河鱼，怎么样？20条、50条，不能再多了。再多，溪里的鱼都要被你吃绝了。我不要鱼。好啊，到底还是要做过一场。既然如此，老夫只有老夫飘零半生，只恨未逢明主。上神若不弃，我愿拜您为义父。滚！是，老夫这就回去收拾洞府，这就滚。等等，上神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我上岁数了，肉又老又柴，真的不好吃呀。本君吃你做什么？此地我懒得管理，你既管了这么多年，今后仍由你看着。若有差错，绝不会有差错。河神老爷，您就放1万个心，由老夫给你看着清溪，保证给您看得妥妥帖帖。谁要是在这儿闹事，老夫带着6个兄弟弄死他。老爷，要不要我帮您看着点儿？这清溪我熟，哪块石头底下有暗流，哪片水草容易缠住宝贝，我门儿清。不用。那老爷渴不渴？我去给您倒杯水。哦，不对，您就在水里。不用。那老爷饿不饿？我去抓2条鱼。行，你去熬汤，把你炖了。老爷饶命，我再也不敢废话了。恭喜宿主炼化清溪，请再接再厉，继续其他水域。老爷慢走啊，有空常来，老夫给您抓鱼吃，新鲜的。这么快就炼化了水域，这是条大腿呀！老夫我保定了。外来的妖怪，好大的胆子，敢来柳溪闹事儿！知不知道这里是谁罩的？哦，是谁？白水河神，听过没有？哦，你认识白水河神？当然认识。他老人家神威盖世，斩妖除魔，那是响当当的大妖。娘，您没见过河神老爷。闭嘴！老娘说话你插什么嘴？怕了吧？怕了就赶紧。你到底是谁？我不就是你口中的白水河神？哎呦喂！我说今早怎么喜鹊枝头叫，原来是贵客临门。河神老爷，您怎不提前知会一声？您看这事儿闹的。我欲执掌青阳水域，需炼化柳溪水脉。那可是天大好事儿啊！河神老爷来了，青天就有了。愣着做什么？还不快列队欢迎河神老爷！一个个半点眼力劲儿都没有。是。哎呦喂，老爷，您可真是神通广大，顷刻炼化。老爷慢走，有空常来呀！俺炖的洗澡汤啊，不是鲤鱼汤，可是一绝。我这河神当的，手底下都是什么玩意儿？一个比一个会吹。恭喜宿主爸爸收获一路彩虹屁。少贫了，这里应该就是最后一处水域了吧？是的，宿主爸爸，这里以前的主人正是那条被您大卸8块的黑鱼妖。居然是天生异兽！检测到异兽，满足镇河神兽需求，请宿主将之收服，可获得青灵玉兽诀。有意思，该说你太蠢，还是胜之如初，竟无视了威压。这等异兽倒是罕见，正好试试新的手段。这可是你自找的。
这样都没输，身体素质果真强悍。哼，还是个吃货。你也太现实了吧！你小子记吃不记打是吧？恭喜宿主成功炼化2坛4稀的水脉全饼，晋升清阳河伯，位阶8品，掌司清阳水脉，定水伏波，镇邪安民。另奖励法宝乾坤镜，蜀山法宝能照彻妖魔，破除幻象。这就是河神权柄，只要动动念头，便能掀起大浪，定水分波，决定两岸乡民百姓的存亡。有趣。就知道吃，快迎香客呀！这大鹅真有意思啊！你别看他现在憨，之前可凶了。前2年有道士进山，都被他啄得满头包，大家都叫他鹅霸王。乖乖，还是河神老爷有办法，这种凶兽都降服了。青阳河伯陆离来历不明，疑似化形大妖。该神性情散漫，修为高深，难以揣测。炼化青阳泉蒸水浴，以1月未伤一民一妖，还约束水族庇佑乡民，无有劣迹。建议继续观察，不宜轻举妄动。也不知道我的建议，宗门能不能听进去？万一……我即将赴京调任，今日起，你便是新一任的县令了。旁的事我也不需嘱咐你，只是一定要去河神庙恭恭敬敬上个香，混个脸熟，方好保境安民。顾伯父这话从何说起？当今世道崩坏，妖魔邪道横行无忌，全靠仙门庇护，故而朝廷规矩，新官上任必拜仙门。怎么您却说……这正是我临行前特别嘱咐你的原因。咱们这里和其他地方不一样，宁惹仙人，不惹河神，切记切记。是，小侄谨记。虽然按顾伯父说的，拜了河神庙，可区区乡野河神真有如此神异吗？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啊！大人，不好了，又出事了！李家村、王家渡、响水矶3处报案，都是人不见了，加上之前的，已经5个人了，都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是，乡民们人心惶惶，都说夜里不敢出门了，还有人说看见赶尸的在山上走。快备轿，去连云宗，不，去河神庙。李庙主，下官叨扰了。赵大人客气，这么晚了过来，可是出事了？您老看看吧，乡民们都说是赶尸的在作祟，我也派人去查了，进山的差役什么也没搜到，实在没法子了。求河神老爷开恩，保佑一方平安。河神任务发布，查清乡民失踪之谜。任务奖励：蜀山剑诀。没兴趣。求河神老爷开恩，保佑一方平安。真是麻烦。宿主爸爸，你要出手了？我懒得管那些凡人，人口失踪、赶尸鬼影，定是有邪修在搞事。作为青阳河伯，有人在我的地界搅乱，我若不管，简直有辱大唐妖君的脸面。啊，对，您说的都对，就是这样，绝对不是刀子嘴豆腐心。把那个凡人打发走，本君去事发地瞧瞧。一个鬼都没有，有什么东西把这里的鬼物全部清理干净了？哦，这气息不是凡人，是修士。女娃子，跟了我一路，怎的这边要走？这可并非做客之道。赶
赶尸妖人休要饶舌！你残害生民，炼尸作孽，将来自有天收！自有天收，真是个不知世事的小女娃。不过，贼子，你们什么眼神？原来是连云宗的小娃娃，不好好在山上待着，非要跑到我黑山来送死。好啊，修道之人的尸体定能炼出更强的尸魁，你的尸体我就笑纳了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是云儿冲动乱来，往后不能给您尽孝了。死吧！不好，有人搅局，护法尸魁何在？连云宗的。晚辈连云宗沈渊意外撞破赶尸者布局，被追杀至此，幸得前辈出手相救。孤身一人就敢入局，真不知该说你是莽撞还是果敢。前辈见笑了。不过你运气不错，正好遇上了我，可活。铁甲师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给我撕了他！什么？铁甲师？一句就足以屠灭一个100人村落，4句联手，金丹以下的修士见了都要绕道走的铁甲师，前辈小心！这不可能，不可能！给我上，给我上啊！真是聒噪。我看到了什么？整整4具铁甲师，只是被他一个眼神就……前辈有话好说，千万动手！哦，在下炼尸门周奎，不知前辈是何人，何故管我炼尸门之事？原来你们是炼尸门的，专门盗掘坟墓，残杀活人，炼制僵尸，尔等邪宗，人人得而诛之。前辈，我舐犊攻心，不想死就闭嘴。在男人怀里被喂食，简直就像是太羞耻了。等等，这感觉是……我的尸毒解了，而且经脉仿佛也经历了洗炼，资质更上一层。前辈，您到底给我吃了什么？随手囤的野果。前辈莫开玩笑，这果子的效力几乎可媲美我连云宗最好的疗伤圣药，不对，是远远超过。您到底是何方神圣？刚才那感觉不会错了，是妖力。前辈，您动用了妖力对吧？原来前辈是化形大妖，前辈明鉴。我炼尸门素来与妖族无怨，这次一定是个误会。反倒是这女人，她是连云宗弟子，连云宗以斩妖立功勋，不知杀了不少前辈的妖族同类，你可不能被她所蒙蔽啊！我炼化药力。是。前辈，我所言句句属实，咱们才更亲近啊！你们炼尸门在我地界上掳人，你管这叫亲近？这是前辈的地盘。不知前辈名号？白水河神。您就是宗门通报的那个禁忌存在，师尊3令5申让我绕道而行的那位白水河神。白水河神斩黑水河妖，拜连云宗长老，统治一方水域。看来都听过本君，那就好办了。河神大人，误会，都是误会啊！我们炼尸门只是借贵宝地采几个人，不知那是大人的地盘，多有冒犯。采几个人？河神大人，您是妖，我们是邪修，寻常凡人不过是5等资粮，命如草芥一般，何必放在心上呢？这样，我愿意赔偿100颗灵石，如何？500颗！河神大人，这已经是我所能拿出来的所有了。你刚刚在石窟里看到了什么？回禀河神大人，我当时误闯了他们的炼尸之地。那里是密密麻麻的坟头，数十个赶尸人，中央疑似巩固某种存在。河神大人，你别听他胡说，你可以提任何要求，只要能和和气气聊聊此事，我们门主定然是愿意的。我这个人不太喜欢听废话，所以我问什么你答什么，答错一句我捏碎你一根骨头，懂？第一个问题，你们在黑山到底在练什么？我只给你3声的考虑时间。1，我说，阴甲师，我们在练一具阴甲师。阴甲师，那可是堪比元婴修士的存在，刀枪不入，力大无穷，一口尸气能毒杀100里生灵。你们炼尸门竟然在黑山练这种东西！原来如此。
难怪你们需要如此多的活人生魂和精血。是，那具银甲尸还有多久能成？长老说，只要再消耗几个活人的生魂，就能彻底攻城。前辈，此事绝不能不管，否则银甲尸一旦出事，百里之内人畜死绝。你们老巢里还有多少人？还有20几个，大部分都是筑基期的弟子，2枚主事长老是金丹期的修为，他们都在地库里守着那具银甲。带路。河神前辈，此行多半会遭遇强敌，还是求稳为上。我有传讯剑符，可通知宗门来源，还是等他们一起攻探魔窟吧。没必要。周师兄，周师兄，你是谁？快放开周师兄！前辈您别说话，我来帮您打掩护，相信我，我们可以顺利潜入的。不用。狗东西，你找死！23个筑基，也许是李氏炼药。长老说银甲尸养成就差最后一步。也行，那就先清场。河神大人，求您别这样，这件事情完全可以用其他。对了，既然要清场，你也没用了。不，河神大人，我很有用的，我可以帮你。找死！一起上，杀了他！这还是人吗？别慌，接烈士大阵！什么？不好，前辈，这是烈士们的看家本属烈士大阵，以活人的精血和魂魄为引，勾动天地间的阴煞之气，可困住阵中的一切生灵，将其活活炼成僵尸。不可能！烈士大阵连一息都没撑住，你到底是？还有2个金丹。这，河神前辈，我知道您很强，但是我真的没想您能强到这个地步啊！连金丹都能困住的大阵，您只是按了一下就……好了，别大惊小怪的。还有招数吗？长老，救命啊！烈士们2大金丹巅峰长老，阁下是谁？竟敢如此！和他说什么废话？敢动本门的人就得死！前辈小心！给某家死！没吃饭吗？这不可能！啊！怪物，你到底是什么怪物？吾乃白水河神。白水河神，击败连云宗翘楚的白水河神，难道传闻是真的？你区区一个野神，怎能？废话太多了。两位长老都死了，假的吧？我在做梦，对不对？前辈，您太厉害了！这样一来，这场劫难终于……不对，只是他们的血肉精元全都被抽干了。是银甲尸，练成了，我们有救了！白水河神算个屁！银甲尸可是堪比元婴的存在。前辈，怎么办？别在那儿抓耳挠腮，像个猢狲，安静看戏。
威武！不愧是银甲师，杀了他！快杀了他！好饿！不够，还不够！韩将军，我们是自己人啊，是我们把您挖出来的，是我们帮您成就银甲师的。好恐怖！这就是可以媲美元婴修士的银甲师吗？前辈，我们也就那样。不错，现在只剩下你们2个了，杀了你们，就没人知道我死而复生。前辈，他这话是什么意思？他才是这一局幕后主使，此人生前必是显赫将门出身，或许早早就在谋划以银甲师的身份重活一世。炼师门这群蠢货，不过是给他做嫁衣了。你倒是聪明，不错。本将军对你起了爱才之心，现在叩拜在本将军面前，任我将你炼为尸魁。你在开什么玩笑？或者你们也可以去死。本君倒是另有一个提案。怎么，你还想用口舌说服我？可笑！我韩章16岁从军，30岁封将，征战40年，以杀戮成就元婴修士，心坚如铁，坚不可摧。岂是你能说动？本将军的耐心有限，这是最后的机会了，做出你的选择吧。你的故事还不错，今晚这出戏也很精彩。不过，区区元婴修士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在本君面前放肆？你现在本君来说说我的提案。本君好久没有活动筋骨了，你且出手，让本君称称你的斤两。若能让本君尽兴，本君可以给你一个痛快。哈哈，但本将军纵横40年，未尝一败，岂会被你唬过去？今日你必死！啊，不见了，在哪儿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我韩章一生征战，未尝一败呀！怎么说呢？你一生囿于凡俗事业，又怎识得乾坤之道？简单来说，你太弱了，乡野的土鳖，没见过真正的天骄。真要算的话，本妖君在金丹时候就可以把你吊起来打。你在说什么？不可能，我已是元婴级别，你金丹的时候怎么可能可以和我一战？不对，难道你是化神，还是传说中的合体修士？猜的太低了。前辈，我知道这枚尸丹是修道者梦寐以求的天才地宝，但是此物涉及无数人的性命，凶厉无比，前辈千万不能沉迷其。什么垃圾玩意儿！我今晚一定是做梦了吧？堪比元婴的银甲师被一巴掌打死，捏碎尸丹化作飞灰。嘟囔什么呢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河神大人真是太神通广大了。今晚多亏了您，带我回去一定禀告师门长辈，协理登门道谢。不用了，我不想见他们。来，这河神大人，师尊，渊儿，你没事吧？有劳师尊挂念，弟子无碍。你就不该接那师门任务，你可知此事很可能涉及一尊银甲师，那可是堪比元婴修士的存在，你若对上，十死无生。那个师尊，其实……闭嘴！不知天高地厚，今晚就算是为师和几位长老联手，也不敢说能对抗那具银甲师。我们只能拖延时间，等到宗主出关。至于你就更是……师尊，你听我说完呀！那尊银甲师已经被人打烂了。沈渊，你说什么？打烂银甲师？这玩意儿可开不……师尊，两位长老，我没开玩笑，事情是这样的。这怎么可能？那个白水河神有这么强？等等，周衍长老是不是在串联人马，想要对付白水河神来着？立刻回山禀告宗主，否则我宗将有灭门之灾。查清乡民失踪之谜，顺便还大力清剿烈士门人，击杀银甲师，任务超额完成，奖励蜀山剑诀，奖励功德2000点。就这？哎呦，我的宿主爸爸呀，蜀山剑诀可是不传之秘，更别说2000功德，这都是能让人豁出命的奖励啊！我是说，我一定给宿主爸爸申请更高奖励的额度。这还差不多，基础剑法懒得学，我的拳头已经是比任何飞剑的杀伤力都强。是，宿主爸爸威武！对了，您解决了这次事件，在青阳镇和周边乡镇掀起不少波澜，您也再度声名大噪。现在您每日收到的香火数量以恐怖的速度增长。
这还算个好消息。接下来我们要做大做强，继续把名声传播出去，早日成为整个王朝都驰名的神明。别画饼了，本君在人间待了那么久，你那一套骗不了我。人家说的也是实话嘛。行了，归安吧。人家好歹是系统，把我当宫女使唤。是。你是说那白水河神一掌击杀了初具气候的银甲师，并随手覆灭炼师门20多个筑基弟子和2个金丹长老？此乃我弟子沈渊亲口所述，也是我亲自带人去善后。那银甲师碎成飞灰，连尸丹都被捏碎了。沈渊还提到，他说这尸丹是垃圾。这位河神叫什么名字？不知，甚至连艳貌也以神光遮掩，对外只称之白水河神。后来炼化青阳水域，便也被人唤作青阳河伯。2件事：第一，将周衍一脉废除修为，逐出连云宗，永不收纳。一位修为通天又肯庇护凡人的大妖，连云宗绝不能与之交恶。宗主英明。第二，贝里，我要亲自去拜访那位河神。是该如此。道长，您要上香吗？干嘛不进去呢？贫道不上香，在此等候河神前辈。河神老爷没准在河底睡觉了，您这么等着，他老人家也不知道呀。无妨，修道之人有的是耐心，等便是了。收了，不要让河神大人怀疑我宗的诚意。宗主，您这样太委屈自己了。我让你收了。这个道长在干嘛的？在雨里站着也不打伞。听说是在等河神老爷。又是个新成的。不过也是，咱们河神老爷多神通广大，有的是人来求。道长，你别这样。河神老爷不是那么容易见的，你先回去吧。无妨，贫道相信心诚则灵。什么时候？不得无礼！白水河神，您终于愿意见贫道了。我一直都在这里，只是你没察觉罢了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身上毫无波动，难怪我3天以来竟没有半分察觉。这究竟是何等通天修为？连云宗宗主云岚拜见河神前辈。你是宗主？元婴圆满的修为做宗主，你们连云宗也就一般般啊。他连元婴都不放在眼里。前辈说的是，连云宗只是青阳镇左近的小宗小派，在道盟中的排名不甚高，勉强能维持一隅的秩序安宁，实乃井底之蛙，不易惊扰了前辈，故而这些不入流的玩意儿就别拿出来了。前辈，我还没开匣子呢。破丹破镜破幡，还用你说？让前辈见笑了，这已经是比宗最拿得出手的东西了，甚至包括我们的镇宗之宝。既是镇宗之宝，为何要送给我？我宗之人得罪前辈在先，前辈却不计前嫌，救了宗门后辈的性命。若我们再不涌泉相报，就未免太过厚颜无耻了。你这人还可以。说吧，除了感谢，还有什么事？真是什么都瞒不过前辈。不急，边下棋边说。是。前辈，晚辈的69天劫怕是快了，为此请了道盟传讯。道盟也应允派人来青阳，一是看护老道渡劫，防止妖邪趁机作乱；二是为我。前辈明鉴，连云宗身为道盟下属，此前已经向道盟禀报了您的事情，道盟那边有些关注。来就来呗。前辈，这次来的人是无上剑阁，他们门风极严，对妖族的态度更是极为严苛，宁杀错不放过。那他们来了青阳，岂不是第一个看我不顺眼？前辈，这正是老道担心的。剑阁这次来的是第一尊传，名叫宋惊鸿，是剑阁100年一遇的天才，元婴圆满的修为，剑心通明，战力极强，据说能与化神修士一战。你怕我吃亏，还是怕他吃亏？自然是怕您出手太重，把剑阁真传打出个好歹来，到时候我们连云宗也要吃瓜喽。行了，老道，你都这个岁数了，就别操这份心了。晒太阳、喝茶、下棋、逗小孩，不比想这些烦心事开心。可是前辈，您没必要和他们正面冲突，
不妨避一避，对大家都好。我没必要躲着谁，若是有不开眼的撞上来，哼，我也不会惯着。凌云宗云岚恭迎宋真传。云岚宗主不必多礼，我奉道盟之命前来青阳，为宗主渡劫护法。此外，我也要看看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青阳河神究竟是何方神圣。宋真传远道而来，先入山门歇息，容老道慢慢禀报。不必，剑阁此来不是游山玩水的，吾剑阁直到盟令，肩负斩妖除魔之职责。凡遇妖邪鬼祟，自当一律清除。10日内，青阳镇所辖之地务必肃清。是。宋真传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这怕是不妥吧？我倒不知连云宗近来改念阿弥陀佛了，要不要我给云岚真人写一封介绍信，推荐到佛宗去？宋真传，这话……怎么？我说话，诸位有异议？好恐怖的压迫力，宗主都不如他。不敢，只是青阳镇毕竟是那位河神的领地，贸然行动是否有些……怎么？我剑阁行事还要看一尊野神的脸色不成？宋真传，此事另有内情，那位河神真的不能得罪啊！我们可借一步说话。不必了，实话告诉你，这是我道盟对那白水河神的一个考验。若他安分守己，配合我们铲除青阳妖祟，我道盟还可以让南境皇朝敕封他一个8品河伯之位，让他这野神证明。但若是他妖性难驯，哼哼，他别说继续当这河神，这辈子就在锁妖塔待着。宋真传，且慢。萧玄，你带队开始吧。是，我来。宗主，你没事吧？山雨欲来，要变天了。剑阁规矩，妖物不留活口。孩儿们都操练起来！河神大人声名远播，咱们不能给他跌份儿。是。坏了！剑阁的人来了，正在大肆屠妖。什么？完了！老大，剑阁是什么来头？那是一群疯子，专门斩妖除魔的。只要是妖，不管好坏，遇到就杀。这么可怕！老大，我们跟他们拼了吧！拼得过吗？人家杀过的大妖比咱们喝的水还多，咱们几个都不够人家一剑砍的。那怎么办啊？躲着，千万别出去。河神老爷应该不会坐视不理的吧？完了！剑阁的疯子来了，要血流成河了！娘，剑阁很可怕吗？可怕，非常可怕！老娘活了100多年，听过太多剑阁的事儿了。他们斩妖除魔，从不手软。娘都不吹牛了，看来剑阁真的很吓人。闭嘴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有空说笑？都给我老实待着，不许出声，不许乱动，更不许出去。那娘你呢？老娘守着洞口，谁要是敢进来，老娘跟他拼命。娘，我害怕。不怕，有娘在。娘，河神老爷会保佑我们吗？那河神老爷惹得起这传说中的道盟仙宗吗？会的，河神老爷一定保佑我们的。这片水域有妖气，都别出声，不管发生什么都别出来。娘，听话。师兄，是鲤鱼精。几位仙长，小鱼安安稳稳在柳溪过活，从没害过人啊，求仙长饶过一命。巧言狡辩，速来受死！哼！别杀我娘！蠢货，不是叫你们别出来吗？原来还藏了一群小鲤鱼精，一起宰了！是。宿主触发特殊隐藏任务，教训宵小之辈，维护河神尊严。不用你说，我也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
神老爷，河神老爷，在我的水域上杀我的水族，你们问过我吗？在下剑阁萧玄，奉师门之命直寻青阳，斩妖除魔。阁下可是白水河神？白水河神，我无上剑阁贵为执掌道盟的五仙宗之一，你如此轻视怠慢，不怕？师兄，我没事。好恐怖的威压，这真的只是一尊野神？你还没有回答本君的问题。白水河神，我等尽力镇水伏波、安民保境之功，方才以礼相待，别以为是我们怕了你。哦，若你能秉持正道，行斩妖除魔之责，我剑阁未必不能向南极皇朝要一个敕封，将你这淫雌野神扶为正位。但你若袒护这些妖物，那后果……袒护？我本就是妖，不一样的。你有机会做正神。听说你剑阁见妖就杀，来，斩我！这是挑衅，对剑阁的挑衅。我要拔剑，拔剑！会死的，拔剑！一定会死的，萧师兄，你怎么了？呸！狗东西，叫你刚才嚣张，怎么到了河神老爷面前蔫儿了？怎么，剑阁的弟子连剑都拔不出来吗？剑阁弟子敢向天问剑！不好，河神老爷小心，这是剑修的本命飞剑，他拼命了！师兄威武，杀了这头大妖！本命飞剑太弱了。这不可能，只是一级就，这到底是什么怪物啊？回去告诉你们师长，这个人我扣下了，限他1刻钟内来河神庙领人，若过时，便来收尸。河神老爷，那可是剑阁弟子，您就这么给废了？不然呢？若是再让他们杀下去，我这青阳水族岂不是要被杀绝了？可若是剑阁来找麻烦，您怎么办？我听说剑阁全是杀妖不眨眼的魔头，所以你最好替我祈祷，否则你们还是会难逃一死。河神老爷，我们现在早晚都给您上香的，以后1天再加3套，5套、7套、8套、100套、100套。好了，你们都躲好，事情尘埃落定之前，不要出来了。是，河神老爷。剑阁直寻进驻青阳，斩妖除魔成功斐然，白水河神万无变动，但妖类不可信，仍待继续观察。若有凶迹，必须立刻染除。成何体统？真传，萧师兄他出事了。说。你们是说白水河神废了萧玄的修为？是。他还让我去河神庙领人？是。好一个白水河神，好一个白水河妖！无需再观察，妖就是妖，蛮性难改，终究会祸及八荒。传令，集结所有弟子，随我前往河神庙。出发。且慢，宋真传，请留步。云岚宗主，你要拦我？宋真传，老道不是要拦你，是劝你三思。三思？那白水河神辱我剑阁至此，你让我三思？宋真传，那白水河神行事自有章法，并非蛮不讲理的妖物。你是想说，是我剑阁弟子蛮不讲理？我剑阁斩妖除魔，匡扶正道，何错之有？老道不是这个意思。够了，云岚宗主，我敬你是前辈，对你也算礼遇。但你今日若是要拦我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既如此，老道也不能不说实话了。白水河神修为高深莫测，还曾一掌击杀过一具银甲尸。银甲尸？你说的是堪比元婴修士的银甲尸？宋真传，你们剑阁仙法确实杀力无双，你的剑心通明也确实难逢敌手，甚至我也非你对手。但你觉得你能一掌击杀一具银甲尸吗？宋真传，老道不是在吓你，老道是在求你。那白水河神虽然是妖，但并非凶蛮之妖。若是愿意与他好好谈谈，此事绝不至于闹到不可收拾啊！云岚宗主，你是要我剑阁向一只妖物低头？宋真传，云岚宗主，我不管你为什么要替妖物夸大武力，恐吓我等，此事都到此为止。我剑阁历派近万年，从未向妖魔低过头，以前没有，以后也不会有。现在让开，否则
便是与我剑阁为敌。完了，这位剑阁最杰出的天之娇女要陨落了。这个人一定做了很坏的事情，所以被河神老爷狠狠揍了一顿嘞。妙彤，在呢。不要在门口待着了，把门闭好，回去吃饭睡觉。不论发生什么情况，你和你爷爷今晚都不许出来。是，河神老爷。你就是白水河神，来的还挺快，自报家门吧。无上剑阁第一真传，小寒风宋惊鸿，应邀来赴。好，既然主事的来了，我扣着小辈也没甚意思，还你。经脉寸断，丹田破碎，一身修为点滴不剩，废我弟子修为，辱我剑阁门楣，白水河神，你好大的胆子！你在质问本君？你剑阁入我青阳，持剑行凶，残杀有灵众生，这账本君可还没跟你算。笑话！我剑阁持剑奉道，斩妖除魔，行的是堂堂正道，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一个无赤无风、欺弄百姓的野神，一个占河为帝的妖孽，也配与我剑阁算账？野神尔敢放肆！剑阁真传当面，还不跪下谢罪！聒噪！你这是幻术！井底之蛙，别说本君不教儿珠，没给你们画下道来。第一，你们剑阁在外如何逞凶，我管不着。但从今往后，凡在本君的水脉疆域之内，剑阁弟子不许伤任何有灵众生，一律给我夹着尾巴做人。你说什么？第二，青阳地面上，你们这几日杀了不少开了灵智的生灵，这笔账也得算。所有参与此事的剑阁弟子，即刻自废修为。好，好，好，白水河妖，你当真是妖性难改！我剑阁立派近万年，斩妖除魔，匡扶正道。今日就算血溅此地，也绝不会向你这等妖魔低头，受死！且慢动手，河神前辈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。云岚宗主，都到此刻了，你还要拦我？云岚，你连云宗好歹也是道盟一员，如今却与妖邪为伍，趋炎附势，卑躬屈膝，剑阁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看到了，好言难劝该死鬼。河神前辈，晚辈求您饶送真传一命。云岚，你这是在羞辱我！剑气横空，万载冰封，已经练成了剑阁不传之灭，飞雪剑诀。师姐威武！师姐斩了此妖，扬我剑阁威名！死！小孩子耍的玩意儿。怎么可能？我看到了什么？没有招式，没有法诀，甚至都没有站起来，就挥了挥手，就把师姐无上的法剑、剑意、剑势全都摧为无形。你究竟是何等修为？化神圆满还是合体妖尊？这小小的青阳白水，怎会突然冒出你这样的怪物？宋真传，老道早就和你说过了呀，河神前辈修为深不可测，你快给他赔礼道歉吧。让我给一只妖赔礼道歉？不可能！本命飞剑，你在燃烧本命飞剑的根基，你疯了吗？白水河神，速速伏诛！赢了！师姐一定赢！
就这，庄家把式，你是来逗本君开心的吗？你以为这就完了？是法宝万载冰，剑阁12柄名剑之一，古海上人居然将它传给了你！正是万载冰，师姐持此杀气，就连化神真君都要忌惮3分。妖孽，你死定了！拿颗玻璃珠子到本君面前逞凶，谁给你的勇气？这不可能！这可是我倾尽所有的一击啊！你凭什么这么随意的挡下来？坐井观天，怎知天外有天呢？师姐，你体内的筋脉都断了。白水河神，今日是我宋金玄技不如人，但不代表我剑阁输给了你。就算我败了，我剑阁还有持剑供奉，供奉败了，还有各封封主、护宗长老。不管你是化神圆满，还是合体妖尊，总有一天我们剑阁定将你斩灭。白水河神，你听到没有？总有一天我……够了！宋惊鸿，贫道忍你很久了。你们剑阁斩妖除魔，好大的威风啊！好正的道。那南海归墟，妖气冲天，海妖年年进犯。你们剑阁守着南海，你怎么不去跟那头老龙君拼个玉石俱焚？西南万妖国，万妖盘踞，祸乱边境。你们剑阁怎么不去踏平万妖国，跟那几个妖君妖王拼个你死我活？极北荒原妖人群聚，你们剑阁怎么不去极北荒原杀个七进七出，把那几头千年咬妖斩尽杀绝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怎么不去啊？你们剑阁怎么不去？南海归墟、万妖国、极北荒原，你们一个都不敢去，你们只敢在我们青阳这种小地方耀武扬威，杀几只刚开枝的狐黄，宰几条还没化形的小鱼，欺负山里的野兔花鹿。说好听点儿叫斩妖除魔，说难听点儿，不就是看人下菜碟吗？云兰，师姐，师姐，你倒是出了一口气。这个贱人自诩光明伟岸，实则可笑至极，更仗着实力嚣张狂傲。老道对他一忍再忍，早就受够了。再者，我也是替河神前辈您出气。看在你今夜这番话的份上，那什么道盟若找你们麻烦，本君来解决。多谢前辈。这次的事儿算是平了，带他们离开本君的视线。是。至于这颗珠子，宋金鸿冲撞本河神，就先扣在我这里。如果剑阁想要，让他们登门来取。宗主，此间前因后果我已全部传讯回去，但剑阁至今没有回音，我担心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当然不会善罢甘休，这些剑阁弟子死的死，伤的伤，连首座真传都被废了。剑阁无论如何都必须找回这个场子。昨夜是我冲动了，若是因此毁了祖师传下的基业，宗主您无需自责，您已经反复劝过那宋惊鸿了，是他非要作死，我们又能如何？再者，剑阁远在天边，白水河却近在眼前，我们只能选择河神前辈这一边。好在河神前辈修为通天，昨夜一场斗法，看着着实爽快。宗主，您猜河神前辈究竟是何等修为？宋惊鸿战力堪比化神，
可无论飞雪剑诀还是本命飞剑，均是被河神前辈一招击溃。可见河神前辈很可能是化身圆满的真君。恕我不敢苟同。河神前辈前程只出3招，只手碾压那宋惊鸿，他老人家必是合体妖尊。也有可能在那之上，渡劫大能，大成妖君。宗主开玩笑呢，每一个大成妖君都是坐镇一方妖域的存在，座下更有无数妖魔汇聚拱卫，呼风唤雨，无所不能。怎么会屈尊做一个小小的河神？若真是如此，咱们岂不是碰上从龙之功了？恭喜宿主爸爸碾碎剑阁真传，维护河神尊严，超额完成任务，奖励5000点功德，开启河神进阶任务，并额外奖励鬼力剑法。哦，又可以进阶了。是的，宿主爸爸，请宿主爸爸尽快炼化清河县周遭水域，神位可晋升7品。鬼力剑法，专门克制剑阁的剑法，贩夫走卒都可以修炼。不错，如此，下次剑阁到来，我白水村人人都可以让他们颜面扫地。话虽如此，如果境界差距过大，还是需要宿主爸爸您亲自出手。这个自然，现在就看他们什么时候打上门了。希望别让我无聊太久啊！剑阁那帮老东西要是知道他们被宿主爸爸您当成打发无聊的乐子，估计都要气死了吧？管他们做甚，退下吧，我要睡了。是。爷爷，昨晚河神老爷是不是和人打架了？我听到好大的动静。不该打听的别打听。哦，对了，爷爷，河神老爷给我的功法我已经练成了，我耍给您看看。你干的好事儿！这位当真是不好意思，老朽的孙女顽皮呀，好一只大蛤蟆！别瞎说，童言无禁，您别在意。无妨。喂，略略嘞。哎呦，你这扁毛小东西，脾气还挺冲，生得这般高大，可惜是个没开灵智的。哎呀！河神道友，咱家清河金蝉大王求赏脸一剑。喂，大蛤蟆，我们要关门了，你还要等吗？当然要等。你倒是颇有耐心，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咱听说白水河神神通广大，连剑阁的真传都奈何不了，想来是个有真本事的，因此想向您献上我这清河水域，不知您有没有兴趣？哦，你号称清河大王，却要向我献出水域，为什么？自然是因为仰慕河神威名，维护我妖族居功至伟。说实话，河神大人，我太想进步了。来来来，跳水秀舞，让河神老爷给长长眼。河神老爷，您看咱这几个鱼娘如何？咱可是花了不少心思培养的。你倒挺会享受。老爷难得来一趟，今儿个咱可要好好招待。这酒是咱窖藏了100年的，平时舍不得喝，今儿个高兴，管够。我欲执掌清河，成就清河川主之位。你久居清河，可知其中有何阻碍？干什么干什么？河神老爷看得上咱们清河，那是咱们清河的荣幸。接着奏乐，接着舞。这诗比老鳖还能甜啊！
河神老爷极有意主宰清河，小的自当效犬马之劳。只是入我麾下，你修为至少更上3个台阶。那还说啥了？老爷，您怎么不早点来呀？别高兴得太早。入了我麾下，便不得随意残杀有灵众生。没问题，咱也不是那害人的妖。以后跟了河神老爷，咱也让手下多做善事，溺水的人也给捞上岸去，给您多攒攒香火。还算上道。不过河神老爷，我这清河下游自是好说，但上游那头老年可不是个善长呀。哦，河神老爷，您是不知那老东西的做派。那老东西在清河上游盘踞了不下500年，仗着修为高深，把整条上游水脉扒得铁桶一般。但凡有清灵智的水族，要么归顺他，要么被他生吞活剥。这还不算，那老年还自称清河龙王，让两岸乡民给他立庙塑像，年年祭祀，以龙王娶亲为名，要两岸献上童男童女。若是不献，他就搅动清河，淹没田亩，断流绝收，把两岸百姓折腾得苦不堪言。最诡异的是，那老年还不知从哪儿学来一手香火祭炼的法门，借助两岸的香火供奉，凝出一尊香火法身，可不好对付。祭炼秘法，香火法身，有点意思。老爷，您要一统清河，这老年绝对绕不过去。您看咱们，既然那老年要做清河龙王，就让他在清河上扬名。去，以白水河神之名给他下帖，3日后，清河之上，一决清河川主之位。老爷英明，咱这就去办。大王，上游18村上月香火已收齐了，但中有9村收成不好，说是交不上来，求大王宽限几日。宽限？告诉他们，3日内交不齐，清河就要发大水了。大王，金蟾宫送来帖子。好打！区一个乡野河神，听都没听过，也敢挑战老子！传令下去，3日后，清河两岸所有庙宇，辰时起香火大祭，为本王祈福助威。是。对了，告诉那些村子，备好祭品，还有童男童女，一样不能少。届时庆祝本王登临清河川主之位，这是本王给他们的恩典。是。和我争，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大王，老年那边来了。金锄，原来是你这废物搭的牌，怎么找了个野神当靠山，以为就能挑战老子？不自量力！老东西，你别得意，你根本不知道河神老爷的厉害。狗屁的河神老爷，他能比得上老子一根汗毛？看好了！
老东西，你的法身已经凝聚到这个地步了。清河龙王法力无边，必胜必胜！大王，河神老爷怎么还没来？不会是怕了吧？放你娘的屁！河神老爷说了来，就一定会来。你急什么？赶着投胎吗？哈哈哈哈！闹半天，你的靠山根本都不敢来，简直是天大的笑！这怎么可能？哈哈哈哈！河神老爷来了，和河神老爷的真身相比，你这40丈的香火黑猫，不过是一条微不足道的蚯蚓罢了。你，区区一条泥鳅，也敢自称清河龙王？你就是白水河神，你倒是有几分本事，难怪金盘内司敢把你推出来。但是清河是本王的地盘，谁也夺不走。清河老年修行500载，不思天地造化之恩，反仗妖力欺压梨树，强占水脉，屠戮同族，自称龙王，僭越神位，桩桩件件天理难容。今本河神代天刑罚，判你当受天雷诛身之刑。啊！饶命，河神老爷，饶命啊！清河金盘，拜见清河川主！拜见清河川主！拜见河神老爷！晋升清河川主位阶7品，掌司清河水脉，统御水泽，护佑生民，奖励法宝紫青双剑、峨眉至宝，双剑合璧，灭魔诛邪，无坚不摧。恭喜宿主爸爸迈出新的一步，爱你哦！不好了，河神前辈，剑阁发起万道诛妖令，召着了上千修士，欲踏平白水，斩妖除魔。哦，有意思，那就让本君看看是谁斩谁。我们走。是河神大人。